Hello，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晚上恐怖怪谈。今天晚上我要介绍世界上哪一个人恐怖经历又发生在世界上哪一个角落呢？今天这则经历其实发生在菲律宾。好，那其实在进入今天恐怖怪谈之前，鬼月结束了哈。对啊，昨天那一集其实状况真的非常的多，但好像才3次而已，但真的还蛮可怕的。接下来几周我比较想要重访，暂时不想要跑太远的地方，因为有点累。对，这一点请大家多多见谅了哈。好，那进入今天恐怖怪谈之前，再问问大家，你们有没有做过一些发生过事情啊？比如说凶宅啊，附近，或者是说去住饭店，不是你家哦，然后你有碰到一些怪事的这样子，那你的想法会不会有可能这些好兄弟是从隔壁的凶宅跑过来的呢？我觉得会有这样的机会。为什么？因为其实我有去过一些地方，像哪里啊？其实还蛮多的。然后呢，那个房子本来是没有事，但是隔壁发生事情了之后，结果这个房子也跟着一起出了一些状况。对，因为有时候好兄弟不见得只会带来一个地方，所以跑来跑去的，不是吗？没错，今天这个恐怖怪谈呢，就是类似这样的一个状况。好，那至于这个人碰到什么样的经历呢？接下来我就来介绍给大家咯。我从小就对鬼故事很着迷，说实话，我以前不太相信，但是喜欢听这种故事。不过在宿务的那次经验后，我开始有点相信了，虽然内心还在否认，因为我不敢相信那事真的发生在我身上了。这则经历发生在2008年5月，地点是宿务，那时我14岁。每2年我和家人都会来这里一次，参加我妈妈她在一个基督教慈善机构的工作，和她同事与其家属一起的聚会。我们会在那里待1周，期间有很多活动，都是在赞美主、做礼拜那类的事情。那地方很大，如果我没记错，大概有10间大房间，每间能住2个家庭，里面有4个大型双层床供大家共用，还有大约10间的浴室。我一直很期待这种度假，超好玩，不止搭船或飞机，还能见到来自马尼拉和菲律宾其他地区的朋友。我是来自棉兰老岛，我尤其喜欢晚上大家聚集在一起讲鬼故事的环节，而那通常是由我主导讲故事。快转到故事发生的当天，那是营队的最后一天了，我爸爸生病了，得了支气管炎，天气又超热，他的情况变得很糟糕。原本我们要搭船回家，但那要2天，我们比较赶，希望能早点回去让爸爸去看医生。我妈决定去市里买机票，她带了我的3个兄弟姐妹出门，我排第3。我被交代留在那里照顾爸爸，因为这是营队的最后一天，其他人也都出门了。据我所知，整个大地方当时就只剩我和爸爸2人。大约下午3点，我看到爸爸在床上睡着了，我就决定去洗澡。我前面说过，那里有10间浴室，我很高兴自己是唯一在用水的人，水势可以很强，因为如果10间浴室同时用水，水流会很慢。我站在那些浴室面前，最后选了走廊那头中间的那间。我进去洗澡，打开花洒洗着，泡在水里几分钟，然后我听到有人在哭。我一开始没有理，觉得很奇怪，大白天又热，我正享受洗澡，谁会哭呢？但那哭声渐渐变大，而且我分辨出是女性的声音。写到这里，我回想当年听到的声音，还起了鸡皮疙瘩。我停了一下，关了花洒，听那声音。为什么会听呢？我想那是本能吧。她哭得更大声了，哭的那种无处不在的感觉，你分不清楚声音是从哪个角落传来的。通常你能判断声音是不是来自浴室的另一边。我整个人僵住了，心
跳得非常的快，脑袋完全愣住了，只能听那女人的哭声，那声音像是丧礼上听到的哀嚎，高亢带痛楚。我能够感到她的痛，我大口喘着气，然后喂 ，Hello， 那是谁？够了，别闹了，不好笑了。但没有人回应我。浴室的门只是旧甲板，门上有小洞可以偷看，外面没有人啊。我也确定那些牧师孩子出生的朋友绝对不会做这种恶作剧，况且那时就只有我和爸爸在那个地方了。我把身子紧贴着墙，能听到他的哭声越来越近，越来越靠近，靠近我的耳朵。我鼓起勇气，尽快把身上的肥皂给冲掉，然后推门跑了出来。走回房间的路上，我看到爸爸坐在卧室外，我立刻把刚刚的经历告诉他。他说：“你只是做梦啊，不是真的。”当然那是真的，我他妈的听到了啊！我全身每一寸都充满着恐惧。夜晚，人们陆续回来，我就把事情告诉朋友们，他们也不相信我啊。他们说，或许因为我平时喜欢讲恐怖的故事，所以现在鬼真的找上我了。我们也去问了看护，他的反应证实了一切。他毫不惊讶地反问我：“你也听到了哦？”原来，在那片大片地产的后方，紧邻浴室的后方，有个巨大的废弃豪宅。看护说，曾经住在那里的一家人被屠杀了。到现在，我仍然不敢相信自己亲身经历过那件事。我希望可以忘掉，但这种事真的忘不掉。好，介绍完这个经历，虽然他碰到的状况只有哭声，但我可以想象那种恐惧齁。因为说真的，洗澡是人防御最薄弱的时候，就跟上厕所一样。所以说，你家的猫、你家的狗，在你上厕所或洗澡的时候，都很喜欢到你浴室来守护你，对吧？那你全身光溜溜，又碰到这样的事情，然后一开始假如你觉得是恶作剧的，或许还好，但当你认识到那个不是恶作剧的时候，我会觉得那真的非常非常可怕。怎么样形容呢？就好像我在洗澡，然后呢，我手机接受到国家灾难警报这个样子，然后呢，衣服也来不及穿，地震就来了。那个时候真的很可怕，因为这种事情是亲身经历。我觉得啦，只要是洗澡，不管是睡觉还是怎么样，你都有办法赶快反应过来，赶快像说睡觉的话，有可能就跳起来赶快跑。那最起码身上会穿衣服嘛。但在洗澡的时候呢，全身光溜溜，你碰到事情，你要怎么跑？光着身子跑出去嘛？我相信没有人会这样做，一定会把内裤或怎么样把它穿起来再跑，对不对？所以那个恐怖的氛围是会加分的。那换个角度想，假如今天这个是我的话我会把这个恐怖经历评分大概是4分，对。因为他只有碰到一个经历，所以说也不能说他的故事很恐怖，但是你只要知道说他是洗澡碰到，那我就觉得很恐怖。换个角度想，换个立场想哦。好 ，OK， 我是高尚的秦明，那今天的恐怖怪谈就聊到这个地方为止，非常感谢大家收看，那我们就下次再见，拜拜。咿呀叉叉。